15那年，小姐跟永安侯世子成亲，我们4个陪房丫鬟齐齐整整也跟了过去。侯府日子风光，院角的凤凰花开了又谢。不到9年，一个死了，一个废了，还有一个风风光光当了贵妾，只剩我还当着丫鬟，冷眼瞧着侯府的兴衰起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永安侯府送来聘礼单子的消息，在听兰院掀起了一阵涟漪。这意味着要为小姐选试婚丫鬟了。试婚本是公主成婚时的规矩，这些年渐渐在士族间流行起来。试婚丫鬟在成婚前先去姑爷府上住上几日，一来探探家宅后院实情，二来看看姑爷品性如何，又是否担得起夫妻之实。若有不对劲，婚事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小姐有4个心腹丫鬟，分别以琴棋书画4雅入名。这试婚人选多半也是从我们中间挑一个。普通的侍女被收房后，都是从通房做起，有了子嗣才能被抬为姨娘。但试婚丫鬟却能直接当上姨娘，成为半个主子。永安侯世子芝兰玉树，品貌皆宜，门第相当，这门婚事几乎是板上钉钉的。妙话最先耐不住性子问我：林叔，你说夫人会选谁？起心思的自然不止他一个。一旁的知棋收拾着书卷，指尖一顿。我瞧了一眼，轻声说：应该是秦姐姐吧。我们4人中，问秦是小姐奶娘的女儿，性子沉稳，管着听兰院大小事务。妙话虽然娇憨可人，可年纪最小。知棋长得太出挑，又是从老夫人身边拨来的，夫人一直不大喜欢她。而我是5岁那年从人牙子手里买进来的，不如他们几个家生子知根知底。妙话咬唇，语气里带上了不易察觉的酸意。可是秦姐姐不是要许给秦管事的大儿子？知棋低低哼了一声，似笑非笑。夫人一直压着这事，不就是为了今天？嫁给管事有什么好的？2个奴才再生一堆小奴才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我若是能选，不当权贵妾，就做书生妻。我笑着点他：好你个知棋，小姐都还没嫁你，就替自己筹谋了。我们自幼一起长大，插科打诨惯了。妙话软软靠在我身上，可我们女子最好的年华也就这几年。我笑了笑，我倒想一辈子都陪在小姐身边。你看夫人身边的齐嬷嬷多威风啊，连少爷都要给她几分薄面。婚姻之事，我没有妙话那般憧憬期待。5岁那年，阿娘因病去世，我爹迫不及待将我卖给了人牙子，很快娶了新媳妇。这世间男子多薄情，就连已到王师出名的长情诗人家中也是一堆小妾，夜夜笙歌。正说着话，屋外的小丫头打起帘子，说问秦姐姐回家探亲去了。夫人特意赏了新衣，坐着顶青色小轿，还带了个婆子，已经走了。我们仨对视一眼，心里都明白，探亲不过是噱头，那轿子真正的目的地其实是永安侯府。问秦去了小半月，那顶青色轿子又悄无声息从侧门抬了进来。我正给小姐梳妆，晴好的天忽然布满了乌云，裹挟着一丝凉气。问秦姐姐规矩站在身后，一如既往的温婉柔和。小姐，世子后院只有一位姓冷的通房，书房只有小厮，没有什么红袖添香的丫鬟。这在勋贵人家已经算好了，寻常人家屋里3、4个也是有的，还有些不懂规矩的，在婚前就有了庶出子女，闹得2家脸上都不好看。世子温柔体贴，小姐也不必过于忧心。他不喜身边太多人伺候，晚上也不喜欢太暗。问秦说完后，低头站在一侧，带上最后一支珠钗，小姐才打开一个锦盒递给他，里头是一对翠烟金镶玉镯。这镯子原是在我嫁妆里头，如今给你了。问秦霎时间抬眸，眼中满是惶恐。奴婢就算被世子收了房，此生也都是小姐的人。小姐拉起他，替他整了整衣袖，我怎会以你不跟我一条心？小时候我们一起躺在乳娘怀里，就像一对双生姊妹，一对珠花手串也总是一人一个，偏我是个蛮横的，非要把你的也抢了来。提到儿时去世，问秦也抿唇笑起来，2人瞧起来和往常一样亲热。但只有我知道，问秦去的第1日，小姐彻夜未眠。从前他们关系最亲密，如今却有什么悄悄变了。老侯爷上月坠马，如今半瘫在榻上。
小姐的这桩婚事定得急，也算是冲喜。婚期如约而至，我们4个陪房丫鬟齐齐整整也跟了过去。夫人不放心，还派了身边最得力的齐嬷嬷。火红的蜡烛燃了整夜。婚后不久，小姐将问琴抬为了姨娘。每一次世子去问琴和冷氏房中，小姐都会派人送去避子汤。问琴每次都是一饮而尽。冷氏虽然瞧着有些不情愿，却也不敢闹什么。世子温和体贴，和小姐夫妻和睦。又过了1个月，二公子也跟着娶了妻。先侯夫人早早病故，如今的侯夫人是继室，二公子自幼养在她膝下，如今又娶了侯夫人娘家侄女，更是亲上加亲。二夫人生的一双伶俐凤眼，前些年因为守孝拖到现在才嫁人，嫁来没多久竟明里暗里想要管家权。但小姐早以侯夫人要照顾侯爷为由，将对牌钥匙和账本早早捏在了手里。老侯爷的生辰连着中秋，小姐特意请了上春园的戏班子，好好热闹一番。我身子不爽利，只看了一出就告了半日假。院子里冷冷清清，回了房，却见妙画站在窗边笑，手上捏着张薄薄的信笺。你不是去小厨房做荷花酥吗？妙画被我的声音吓得手一抖，忙将东西往身后藏。慌乱间，一个7寸折扇反而从袖口暗带掉了出来。那扇子眼熟，是戏班子小生用的素白纸扇，上面还题了字，刻了名。妙画急忙伸手去捡，顾不上背后，我眼疾手快抢了他攥在手心的信笺。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再看那素白折扇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我的声音止不住有些颤抖，你竟和戏子有私情？妙画隐隐带着哭腔，林叔，我不计较他什么身份，他是真心待我的。妙画年纪最小，大家都让着他，却养成了这样一副不谙世事的模样。真心，我到底该说你是笨还是天真？你我虽然是丫鬟，可好歹是大家婢，日后就算婚配，富农商人什么不行？那戏子又是什么身份？妙画急忙拉着我坐下，好姐姐，你听我说，他不是贱籍，他是跟着戏班子来京城寻亲的，那信物我见过，是宫里头的东西。他答应过我，只要认了亲，就来求娶我。妙画说着说着，脸上就飞起了红霞。我冷笑一声，寻亲？一个不知真假的信物你就信了？好，就算是真的，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来找你，又一定会来聘你为妻？我记得上个月中旬你娘病了，还是找我借的银钱开方子买药，想必你的钱都被他花言巧语骗走了吧？妙画低下头，连忙否认，不是骗，是借。戏班子只提供食宿，他来京城寻亲，手里肯定要银钱使的。我将那信笺撕了个粉碎，你现在和那赌坊里赌红了眼的赌徒又有什么区别？他若真心待你，就不该与你频繁往来，还留下这些东西。若这件事被发现，不仅你会死，还会连累小姐，旁人只会说崔家家风不正。你是想看着小姐被休回崔家，还是所有人陪你一起共赴黄泉？妙画吓得愣住了，片刻就红了眼。我没想这样，林叔，是我想差了。我倒也希望他真能实现承诺。我叹口气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有些东西该处理的就都处理了。晌午刚过，知其去了商铺，二夫人忽然带着人声势浩大进了听兰院。4个粗壮的仆妇虎视眈眈，又使唤2个小厮封住了院门。二夫人亲热拉着小姐的手，说出的话却让人心生寒意。嫂嫂莫怪，是前2日府中出了件骇人听闻的事。后厨有人看见一个丫鬟在角门会情郎，7尺拿手脚倒是麻利，钻进狗洞一下没了影。至于那小丫鬟吗？最后竟进了听兰院。到底是世子院落，他们不敢追进去，也就没看清脸。可此事若是传出去，怕是要影响侯府的名声。妙画藏不住事，脸上的血色退了个干净。二夫人笑得像只狐狸，偏几位爷都不在，婆母就将此事交给我处理了，怕是要得罪嫂嫂查一查院子里的丫鬟。小姐照着见鹤场，气定神闲坐在主位，冷冷开口，若是什么都没查到呢？二夫人回道，那我自然赔罪，可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我只怕嫂嫂也是被身边人骗了。很快就有一个小丫鬟跑出来，回夫人，找到了，是从林叔枕头下搜出来的。
是一张宣纸，还有一方双鸢罗帕。二夫人接过宣纸，凌厉的凤眼上下一扫，尽是些污言秽语。我原以为世子妃身边的灵书是最持重的，没想到竟也干出这种勾当。如今证据确凿，来人，即刻将他捆了，卖去窑子。霎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有惊讶，有戏谑，还有幸灾乐祸。我一一回望过去，最后看向了妙画。他张了张嘴，冷漠地背过身去。仆妇拿着麻绳，小姐却先一步站起来，错步挡在我面前。二夫人冷笑：“嫂嫂难道要包庇这个小蹄子？这纸上明明白白写着她的名字，还能是诬赖不成？”原来二弟妹断案竟比大理寺还神速，但证物也有真假之分，否则这世上怎么还有那么多冤假错案？小姐接过那张宣纸，仔细看了看，我身边这几个丫头都是自幼跟着我念过几年归属的。灵书虽然名字里带个书字，字却不似人那般清秀。信虽是以他的口吻所作，但这般飘逸灵动的簪花小楷他可写不出，算学倒是顶好的。平日里帮着管家算账倒是在详，弟妹只管打发人将近日府中账本取来一交，就可知真相。守在院门的丫鬟手脚麻利，很快就将账簿取来。二夫人翻了2页，犀利又问：“那在角门偷情的丫鬟又怎么说？”总归那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。扑通一声，角落的小丫鬟小何跪在了地上，眼泪如滚珠般落下来。主子饶命！那日其实是奴婢和奴婢的兄长，兄长原也是在侯府做事的，去年不知怎地，竟染上了毒瘾，连爹娘的棺材本都输了个干净。赌方来要钱，府内管事的立刻将他撵了出去，偏他死不悔改，这次连手都要保不住了。偷偷钻了狗洞来找奴婢要银子，若是不信，您大可派人将他捉了细问。小何虽然年纪小，但胜在人机灵，这事也多半是真的。小姐笑了，问后厨那几个仆妇：“你们那日看见的是他吗？”“是他。”那男子跪在地上，也像是讨要钱财的模样，不像是有私情。老仆妇忙不迭点头，冷汗直下。小姐又坐回了主位，单纯含微。这世上捕风捉影的事多了，只是弟妹别忘了，如今府中是我管事，你若想压我一头，也要看看崔家愿不愿意，我父兄愿不愿意。嫂嫂哪里话，不过是误会一场。二夫人圆滑起来，又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只有一点，嫂嫂要明白，听兰院素来跟铁桶一般，丫鬟的住所也在内院，一般人进不去。这陷害灵书，或者说要害嫂嫂的人，也许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掠过妙画，妙画和我同住一屋，确实是最好下手的。小姐冷声下了逐客令，大户人家哪家没有点烟杂事，这就不劳烦弟妹操心了。二夫人离开的背影有些急促，和一开始的嚣张气焰截然相反。小姐雷厉风行，将小鹤打发去了庄子上，转身之际又轻咳了2声，怕是着了风寒又伤了神，被其嬷嬷一脸心疼地扶进了里屋小憩。主子一走，院子里的小丫鬟呼啦啦围过来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我看就是二夫人陷害的灵书，还故意说那番话，想栽赃给妙画。她怕是不知道2位姐姐自幼交情就好，怎么可能干得出这样的事儿？我觉得也是，大家都说二夫人不仅想要管家权，还想再帮二公子争一争世子之位呢，这才拼命想要捉小姐的过错。”齐嬷嬷轻手轻脚掀起棉门帘，瞪了大家一眼，催促着每个人各司其职。妙画跟着我回到屋内，陈启放的瓜果依旧散出阵阵清香。我自顾自倒了杯茶水，平静地问他：“你是觉得如果我被处置了，就没人知道你的事情了吗？”妙画没有犹豫，直接承认：“是，我手上那些东西都处理了，就算你当时将我的事都说出来，也没证物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轻了些，但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从来没想杀你灭口，枕下的书信和罗帕不是我放的。他这般坦荡，倒是让我多看了他一眼。我的字你熟悉，若你想栽赃我，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廖化迎上我的目光，忽然笑了：“林叔，谢谢你还愿意相信我，不用你去向小姐告发我，我自会将一切全盘托出，再去请罪。”知其知道一切的时候，妙画已经被打了板子，逐出府去，理由自然不是与戏子有私情。
而是安了个偷盗的罪名。30大板打下去，那副瘦小的身子骨多半也就废了。事情的真相瞒着问秦，却没瞒着知棋。小姐的意思，大概也想敲打她。知棋着实是个出尘的美人，只是性子一贯是有些薄情的。妙画走后，她搬来和我同住，原先的屋子分给了新来的小丫鬟。黄铜烛台燃着烛火，知棋取出桂花头油，薄薄附在发上，见我呆呆坐着针线，她瞥了一眼说：生民斗米仇，妙画可是把你卖了个干净，将你替他瞒着小姐的事全说了。我若是你，一早就将这事告诉小姐，即刻处置了妙画，哪还会有如今这糟事，还差点连累了你自己的性命。我放下针线，轻叹一口气，我原希望他能迷途知返。知棋听了，反倒冷笑一声，轻蔑刻薄地说：你以为跟他将道理讲明白，一切就相安无事了吗？错，他素来愚犟，心里主意大着呢，想攀高枝，却没选对枝丫，如今落到这局面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不对。知棋忽然站起来，为何这些事一环扣一环，如此紧密？他定定看着我，妙画的事，你一开始就告诉小姐了，对吗？月光暗淡，寂静的只能听到我们二人浅浅的呼吸声。知棋实在聪慧。我垂下眼眸，轻声说：齐嬷嬷心思缜密，一早就发现了，明里暗里提点过她2回，小姐那里明镜似的，什么不清楚。如果这件事被揭发了，不仅妙画会死，小姐的名声也会受损，我们这样人微言轻的小丫鬟又会有什么下场？所以从一开始，小姐就留不得她了。大家都以为是二夫人构陷，他们不知道，那封书信和罗帕是我自己亲手放的，而有了，就等二夫人自己上钩。知棋猜到了，反倒笑起来，难怪从前在崔府时，夫人除了问秦，最信任的就是你，旁人只道你性子温良，最好说话，原来性子也是黑的。我说你这话没理，我也只是听命于小姐，恐怕那戏子已经被小姐控制住。至于小何，还有后厨那几个婆子，又有几个是听小姐授意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问秦得了消息，一早就来寻小姐，只是小姐发了话，谁也不许替妙画求情。我低声说，其实被赶出去，总比被打死或者卖去窑子要好。知棋上榻裹了被子，忽然闷闷开口，他自己想不清，差点连累我们。我既恨他，又可怜他。他受罚的时候我去看了，那30丈瞧着吓人，人虽受罪，但不会伤了根本。我在他包裹里藏些银钱，若是被旁人拿了，那就是他自己倒霉。说完这句话，知棋翻了个身，不欲再言。待二公子从豫州回来听闻此事后，又亲自带着二夫人来赔罪。二夫人这是做的不光彩，大户人家若发现丫鬟私会，就算要查也是暗查，为了府中夫人小姐的名声，绝不能透露出一星半点。二夫人倒好，借着侯夫人的名义大张旗鼓的查。做弟媳的捉长嫂贴身丫鬟的奸，无非就是想拿了把柄好夺权。二公子请了罪，没多久就带着二夫人远赴境外上任。侯夫人整日吃斋念佛，老侯爷更是半边身子动弹不得的人。世子成了侯府的实际掌权人，小姐也终于站稳了脚跟，日子还得接着过下去。听兰院的院角种了一棵凤凰木，待凤凰花开时，如千万只火凤凰振翅栖息于枝头，绚丽夺目。只是在霸道的花，也终有谢幕的一天。花谢了又开，已过了2年。小姐最大的心病，就是这2年一直未曾有孕。崔家也急，请了宫中太医来瞧，也只是说体寒，要慢慢调养。远在豫州的二夫人已经有了身孕，3月已过，胎象稳定，派人回京报喜。小姐整理着礼单，一边又差人去请了回春堂的女医来调理身子，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。这2年，小姐没少喝药膳、紫河车粉、鹿胎膏、老山参，补品一碗接着一碗。旁人不知，崔夫人还特地进宫了一趟，拜见皇后娘娘，求了宫里的秘药。齐嬷嬷私下也焚香卜卦，时常去道观添香火，只是不管是求神还是问药，都没有效果。等到二夫人诞下二公子长子时，小姐在房中哭坐了一夜，第2日就停了问秦和冷姨娘的婢子汤，还做主从外头那里一位良妾，是医师的女儿，据说有疑难相，
自身也有些才情，颇得世子喜爱。又是半年过去，新人旧人谁也没有好消息。府中起了些风言风语，说问题怕不是出在世子身上，若是世子一直无嗣，或者哪日出了什么意外，最后这爵位还是得传给二公子那一脉。这些话传到主子耳朵里是迟早的事。世子和小姐难得起了争吵，屋内传来碎词尖锐落地的声音。我守在门口零零碎碎听了些。小姐想先从族中过继个孩子到膝下，世子不愿意，若真过继，岂不是坐实了他不育的传闻？且过继养育到底不如自己的亲生子。侯夫人或是也听了些传闻，难得出了小佛堂，叫小姐去说说话。话里话外无非是说身边寂寞，想将二夫人的长子抱来身边养着，含饴弄孙。小姐表面笑着，却如团棉花般将此事含糊了过去。自那之后，小姐似乎放宽了心，既不提纳妾，也不谈过继，只是偶尔带着问琴出府听听曲，赏赏花，还去庄子里泡了温泉水。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问琴没多久竟被诊出了身孕。齐嬷嬷直笑，叹道人生如手握沙，抓得越紧，漏得越快。若是摊开掌心，反而海阔天空。问琴一开始害喜格外厉害，有任以来时时愉悦，原是喜事，人瞧起来却是憔悴不堪，眉间还萦绕着一股淡淡的愁绪，只一双眼依旧温如春水。我将手中捧着的陶瓷罐放在桌上，秦姐姐，这是庄子里新制成的酸梅，你尝尝。自问琴被抬为姨娘后，大家就改了口，称她为秦姨娘。我只在私下还似从前那般唤一声秦姐姐。屋内连安神香都撤了，问琴反倒使唤一旁的小丫鬟也拿出个罐子。一到夏天，你的胃口也不好，最喜欢吃我做的山楂丸。好在今年的山楂丸已经提前备好了，里头还搁了洛神花和茯苓，最是酸甜开胃，你多拿一些。洛神花性凉，问琴自己吃不得，却年年都念着我。看着她嘴唇泛白的模样，我心中更是担忧，有意哄她开心。我昨日去街上采买，倒是听了一桩咱们崔府的趣事。小姐这4位兄弟里，四少爷是最喜玩乐的，如今娶了妻，原本有意在新夫人面前露一手马术，没想到马失前蹄，差点踩到命根子，反倒被府中善马术的家生子救下，丢了好大的脸。崔大人谢他，让他提个要求，他没求金银珠宝，反倒求了一纸放粮书。问琴愣了愣，府中最善马术的下人应该是秦氏吧？我很快反应过来这个名字，秦氏，秦管事的大儿子。问琴还在崔府时，原本是要许给他的。问琴被选为试婚丫鬟那天，听说他在崔大人院外跪了一整夜，最后反倒被拖去做了马奴。放粮是好事，脱了奴籍，想做什么都好。问琴笑了笑，将手中缝了一半的小鞋递给我，这里我缝不好，你帮我看看吧。见他自己换了话题，我反倒是松了口气。到了中秋，问琴的肚子已经很大了，只是人依旧提不起什么精气神。小姐和世子事事都格外小心，专设了小厨房，世子有时官服都来不及换下就去看他，但哪怕再小心，也挡不住有人要偷偷摸摸动手脚。多亏守在问琴身边的老嬷嬷谨慎，将准备下药的药房丫鬟抓了个人赃并获。那小丫鬟哭着说是不小心拿错了药，眼神却躲闪。好在审了半日，就将背后主谋拱了出来，是最得世子宠爱的那名良妾。瞧着本分，实际蛇蝎心肠。小姐将主仆2人全部送去了家庙幽禁，此生不得外出，又整顿了一番后院。问琴临产前，小姐反倒有些坐立不安，应了伯夫人的约，去灵山寺上香。她带上了支旗，将我留下来。我们最多3日就回灵书，守好听兰院，也守好问琴。若有什么事，就派人去寻世子，总归老夫人是指望不上的。我心里只期盼着小姐快些回。虽然府内一切都备好了，就连接生婆和奶娘都提前找好，摸清了底细，可我心里还是害怕意外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越害怕什么，就越会遇到什么。问琴还是没赶在小姐回来前就要生了。2个接生婆一早就进去了，侯夫人在外头坐镇。我一边使唤人快马去宫门外等着世子下朝，
又指挥着小丫鬟们有条不紊拿东西。老人都说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，一时半会是生不下来的。都安排妥当后，里面突然兵荒马乱起来。我刚准备进去，立刻被其中一个手上沾血的婆子从门口推出去。毛丫头进来添什么乱？我哪能如她的意，心里担心着问琴，推开她往里走。问琴脸色惨白，晕了过去，额间的碎发都粘在了脸上。姨娘怕是没力气了，快煎独参汤来。另一个婆子道。恰好世子回府，我急忙安排人去煎药，嘱咐了一个老嬷嬷和2个小丫鬟一起看着，若要有差错，一个也不饶。来回不过一盏茶的功夫，回来时里面已经传来一声啼哭。我急忙撂了帘子，却见3、4个人围着孩子，问琴一个人孤零零躺在榻上，身下更是血污一片。孩子生了，怎么没人管姨娘？刚刚和我推搡的接生婆没好气，看不出来吗？她要不成了，好在小公子是平安生下来了。我扑上去，急得大喊：怎么就不成了？他还活着，还有气，他是个活生生的人，快来救救他啊！另一个接生婆只是冷漠地瞥了一眼，血崩就不活了。刚刚世子发了话，保小不保大。接生婆自顾自又说，在达官贵人眼里，不管是下人还是小妾，都只算物件，哪算人？他手脚麻利地用襁褓将刚出生的孩子裹起来，抱到外面去讨赏。屋外是连片的贺喜声，屋内只能听到问琴微弱的喘息声以及浓厚的血腥味。林叔。问琴轻唤了我一声，我哭着握紧他的手，问琴你撑着，我马上去找医女。他只是轻轻摇了一下头，薄唇微起，正要说什么，下一秒手一松，直直落在了榻上。小姐回来时，府中管事已经将所有事情都交代完了。我红着眼睛跪在地上，一字一句说，小姐，问琴的身子一向康健，就连太医都说母子平安没有问题，她的死或许是二夫人的手笔，甚至可能是冷事。知其急忙使眼色，告诉我逾矩了。齐嬷嬷脸色一变，更是准备落下耳光。小姐反倒抬了抬手，将我扶起来，眼神中也露出浓浓的哀伤。林叔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问琴没了，我也难受。可这世间女子生产本就是道坎，迈不过去就是命。他是侯府的功臣，我自会厚葬他。你刚刚那些话，我只当没听见。小姐转身就走，叫来小公子的奶嬷嬷仔细叮嘱。我抬头望了望这四四方方的天，大院高墙内，人命如絮，轻轻一吹就散了。小公子满月那天有了名字，叫于歌。小姐将他认在自己名下，事事恭亲，时常过问。也是这年，老侯也病故了。世子虽顺利继承了爵位，但按照规矩要丁忧去职，暂离官场回祖籍晋陵守孝3年。京城最不缺王公贵族子弟，官场上的实权才是最要紧的。常理来说，丁忧之后要么是官复原职，要么是同品对调。偏守孝这2年，文王和定王有意争夺太子之位，最后定王略胜一筹，赢得圣心。侯爷原本和定王交好，但这2年一点力气没出。等回京时，原来的职位早被旁人替了。因为党派之争，吏部也迟迟没消息。崔家更是站错了队，自顾不暇。小姐急晕了头，给个家发去拜帖。只是谁也没想到，最后为了侯爷的仕途，竟要舍了之妻。侯府是孟家嫡脉，早几10年前分支出了位状元，此后就自立门户，独立修谱建词。如今这一脉的长家人是天子近臣，论辈分算是侯爷的族叔。小姐原本想宴请他，托他去吏部走一遭，没成想孟大人刚进府，看见知棋就愣住了。后来才听闻，这位大人心中原本有一爱慕的女子，只因家世太低，被父母阻拦。等到功成名就，无人再能阻拦他时，那女子早已所托非人，香消玉殒。而知棋的模样像极了那女子，她换上了件桃红色的新衣，要去孟府做妾了。孟大人今年40有7，膝下长子只比你我小2岁，知棋，你当真是愿意的吗？我问。知棋只是笑了笑，从前我说过，要么做书生妻，要么做权贵妾，如今我得偿所愿，你该替我高兴才是。孟大人原配嫡妻前几年就没了，后院再无旁人，也没什么妻妾之争，
我只管当好我的替身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再说，愿不愿意的，也轮不到我来说。他这话说的声音极小，可我还是听见了。知其坐着顶小轿，如同当年的问琴一样，悄悄走了。此后我与他很少能见面。听闻他已成了贵妾，很得那位大人喜爱，出席宴会前拥后簇，走到哪都有奉承之声，竟比小姐还风光些。就连旁人求孟大人办事，也是将礼送给他。妙话被赶出府，问琴死了，知其风风光光做了贵妾。如今只剩我一个，还做着丫鬟。小姐提拔了庄子里的小何。年关将至，三皇子带着军队班师回朝。我去巡视商铺，在茶馆2楼跟着凑热闹。打了胜仗，将士们好不威风。三皇子威风凛凛，跟身边人说笑。我定睛一看，没想到竟是熟人。秦氏。人群熙攘，他也看见了我。秦氏当年放粮后去参了军，摸爬滚打数年，如今成了三皇子身边的副将。他见我第一面说的是问秦有没有留下什么话，原来他知道问秦已经死了。我说没有，什么也没留下。这间茶楼暗室位于最里层，用的樟木板门隔绝了外面一切喧嚣。秦氏腰佩短剑，对坐于榻。良久之后，他又说问秦的死不是意外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查，当年的2个接生婆陆续出了意外，其中一个会水，侥幸逃了出来，如今落在我手里。你想听真相吗？我点头，又轻轻摇了下头，忽然害怕有些真相是我没办法承受的。秦氏轻笑了一声，转了话题。你知道你们家侯爷其实不能与女人诞育子嗣吗？他不愿将此事公之于众，需要一个所谓的亲生子，于是他选了一个孟家旁支，亲手将问秦送去了他的床榻。秦氏的眼神带着浓浓的讽意，永安侯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而崔家小姐则像那尽心尽力的老鸨。待事情安排妥当，他又派人杀了所有的知情人，包括那旁支男子，而问秦从一开始就注定活不了。我今日找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没有参与这些事，问秦待你好，我不想牵连你，你找个机会离开侯府吧。我一直做到檀香燃尽，才回了侯府。小姐正逗弄着渔歌，见了我眸光一暗，吩咐人将小公子带出去，屋内也只留了齐嬷嬷。林叔，你今日去见了秦氏？小姐十指微拳，轻轻点着手中茶盏。是。他都跟你说了什么？小姐想听什么？林叔，你从不会说谎，秦氏一直在查问秦的事，他都跟你说了吧？我跪在地上，却直直凝视着小姐。小姐，您一开始就知道问秦会死，所以才去了灵山寺，你在害怕，也在逃避。屋内火正旺，我却觉得寒意刺骨。是，我是愧疚，是害怕。小姐忽然站起身，眼神像压抑的恶鬼。她孟章就是个疯子，明明是他不行，偏要我去背负不能生育的骂名。他一开始哀求我，让我去孕育那个孩子，还说要遣散所有妾室，与我白首偕老，这誓言多么动听。可我不肯，这么多年我也算了解他，他只是需要一个孩子，不需要一个已经脏了的女人。他又后退一步，有些艰难地说，所以我才想到问秦，他是我的心腹，我让他为我生一个孩子，他是愿意的，只是他太信我，不知道自己会死。炭火发出微弱的噼啪声。可我是主子，他是丫鬟，他为我付出是应该的，哪怕是为我去死。小姐的语气冷静到近乎冷漠，像是一抹化不开的寒霜。秦氏如今想报复我们，但他的主子三皇子刚把手中的兵权交了出去，他一个小小副将，又怎么对付侯府？林叔，这深宅大院多的是烟杂事，我愧疚，但我不后悔。屋外大雪纷飞，红梅枝头上的落雪滴落。我跪在地上，重重磕了一个响头，求小姐放我出府吧，所有事我只当烂在肚子里。小姐慢慢转过身去，似是思量。良久，她终于神色倦怠，林叔，你知道太多，留着你是个隐患。她绕到屏风后，齐嬷嬷从袖中拿出粗绳，一步步朝我走来。苏醒时，知其正在沏茶。我摸了摸脖子上的勒痕，那一瞬间的窒息感仿佛仍在。得了你让人捎来的口信，我马不停蹄就去救你，不过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去？
小姐又一定容不下你。知其一向偏爱素色衣衫，身形纤细如同柳枝，本就如同一块冷玉，如今更添贵气。我笑了笑，你这人一贯只是嘴上刻薄，其实最重情重义。至于小姐，兔死狗悲，她能狠下心对问秦，对我下手又算什么？茶香似雨后心悸，知其将沏好的茶递来。秦是来找过我，我在听兰院外头也听了些，你也想我替问秦出头吗？见我不答，他又凭窗而望。其实设身处地的想，如果我是小姐，我也会这样做，旁人的命哪有自己的命重要？罢了，我说这话，你又要说我薄情。不过如今说这些也没用了，管他侯府孟府，他孟氏一族都要遭罪了。他这话说的和赏花一样稀松平常。遭什么罪？我有些发懵。知其冷冷笑了一声，天子近臣又如何？还不是站错队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。自两王相争，孟大人一直不曾参与其中，知其这话的意思，似乎他早已投靠了其中一位。他这几日焦头烂额，众人都以为定王立储再无悬念，殊不知陛下主意的一直是远在北方的三皇子。陛下不是默许结党营私，而是像养蛊一样壮大他们的野心，最后借机削弱士族。侯府是勋贵，可这天下勋贵何其多，国公府、宰相府、王府，权力层层叠叠，权势之上还有权势，如今连定王都是自身难保的棋子，何论孟家？我心中仿佛被掀起惊涛骇浪。林叔，这是你的卖身契。知其递给我一张泛旧的薄纸，定定看着我，我走不了，但你不一样。他打开红木首饰盒，拿出一对金蕾丝如意簪，放进一旁的包袱里，紧接着又拿出海棠金簪、碧玺嵌珍珠耳环，这些首饰都流光溢彩。我伸手拉住他，京中甚少人知晓陛下真正主意哪位皇子，孟大人既已提前察觉，定会想法子挽回圣心。这些首饰金贵，我也用不着，只需这一纸卖身契就好。知其随手又将一对翠玉镯塞进包袱里，这些东西又俗又丑，我不喜欢。你都拿去卖了，往后做点营生也好，当嫁妆也罢，都随你。包袱底层是2件朴素的里衣，用的是寻常人家常穿的料子。知其压低了声音，一人在外要当心，这件里衣的壁袖夹层处藏了银票，是缝在里面的，你应急用。马车都备好了，趁着夜色快些走。我摸着那里衣，忽然想起什么，或许当年知其给庙化的银钱也是这么藏的。我在林州开了一座酒肆，京城的消息2日就能送到。来年3月，定王党羽被一一清算，侯府和孟家也在其中，但按照律法，依刑之轻重，能以银钱赎人。得了消息，我立刻将酒肆托付给了账房先生，打算去赎知其。牢狱外先后遇到了2个意想不到的人。第一个是秦氏，他抱着鱼竿对我点了点头，这是我亡妻的孩子，日后也是我唯一的嫡子。这话他说得很轻，像是对我说的承诺，又像是对自己说的誓言。第二个遇到的是妙化，一开始我并未认出他，倒是他小心翼翼跟我搭话，林叔，是你吗？多年未见，妙化的面容多了些沧桑感，手上带有薄茧，怀中抱着个孩子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看起来老实憨厚的男人。刚刚我一眼就看见你，走近了才敢确认，世事变迁，你怕是也没料到我如今是这副模样吧？妙化依旧在笑，当年我虽被赶出府，可小姐还是找了医者替我医治，又将那戏子捉到我面前，让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当年的事只怪我自己，怨不得旁人。如今日子虽贫苦些，却也自在，我心里记挂着小姐的恩情，来看看能不能将她赎出来。1年不行就2年，2年不行就3年，总能凑够。林叔，你也是来寻小姐的吗？我摇头，无意与他叙旧，先他一步将银钱交上去。我只赎一个人，名叫知其。这世间恩怨本就算不清，但人心是肉长的。回林州的路上，我同知其讲了妙化的事，知其只道了一句房州贫苦，瘴气未除，小姐能不能撑到赎金送来都是未知。说到赎金，知其又问我花了多少银钱赎他。我笑了笑，放心，赎你的钱是用最丑最俗的那几只簪子换的，我没说秦氏送来的那些银钱。
只说我开了间酒肆，生意还算不错。到了林州，知其打量着酒肆，你这酒楼倒是比茶楼还要雅致一些。店内打样半日，知其看见一个小女孩，皱了皱眉，你的心何时这般黑了，雇佣这么小的小工？我招了招手，唤阿宁过来。他乖乖喊了我一声阿姐，又好奇看着知其。这是阿姐自幼相识的朋友知其，你也要唤一声姐姐。知其姐姐。见账房先生唤他帮忙，阿宁一下又跑远了。阿宁是我从育幼堂领回来的，本来只是去送些东西。瞧他一个人安静坐在那看书，一问竟然说日后想参加宫中考核当女官。那时他都7岁了，哪户人家还愿意收养他？我瞧他实在机灵又好学，就领回来了。知其笑了，倒像是你会做的事，不过也好，女孩天生就是会爱人的。若你真打算此生都不婚配，有这孩子一直陪着你也是好事，将来你老了，他若知恩图报，还能侍奉你。我摆了摆手，我既不图他给我养老送终，也不图他将来荣华富贵念着我，不过是觉得他有志气，我既有能力，就托他一把。知其还是与我同住，但不过住了1个月，他忽然说要走。我打算跟着商队去外面看看，这世道对女子宽容了许多，我做过丫鬟，也当过权贵妾，却始终被困在那四四方方的天，人活一世，如今只想见见外面的世界。若我3年未归，要么死了，要么就是在外头闯出了些名堂。我点头，其实从你前日带了堪舆图回来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你不劝我？劝什么？你的人生你自己做决定。春天来了，花圃里的花随着风伸展着，明媚又张扬。这世间女子本就如春色百花，各展芳华，有如你这般精明果断的，如问琴那般内敛温和的，也有如阿宁那般敏而好学的。所以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。我轻轻点了点他的臂袖。知其笑了，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。多年后，百华楼的生意蒸蒸日上，我如同往常一样拨着算盘，檐下悬着的墨梅灯轻轻晃动，2道声音同时响起。阿姐，我通过宫中女官考核了。林叔，好久不见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